迎持续锁定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黄运成。首先，先来为您介绍这一节国际话题的特别来宾。第一位是我们的国际政治专家赖岳谦。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好，国际战略学者林玉峰。大家好。好，淡大战略所教授李大中。主持人好，大家好。好，现在全世界都在看川习会即将登场，而在川习会登场之前呢，川普又在陆续放话了。他怎么说呢？川普说啊，这个会与习近平在 APEC 峰会场边达成贸易协议。他说呢，他是非常尊敬习主席的，我们会达成协议，甚至还暗示呢，他会邀请习近平去访问海湖庄园。而他呢，也预告啊，研拟呢要取消对大陆的301调查。他透露啊，可能会在川习会上面正式去签署这个 TikTok 协议，并罕见的透露将取消对中国的301条款调查。好，但是呢，这些条款呢，这些调查呢，通通都是他自己先激起的嘛，所以呢，现在就有专家就说了，如果川普你想要跟习近平达成良好的协议的话，那你必须要先退回这个贸易战前，因为这个都是川普自己先挑起了贸易战，才会造成今天的局面。对川普来说呢，你想要跟中国达成极好协议，就必须要退回贸易战之前。但是怎么样，习近平有没有要见你呀？到现在似乎都还没有说好哦。因为在川习会前夕呢，中国的外长跟美国的国务卿通了电话，结果呢，中方至今都没有正式证实有川习会的安排。中国的外交部仅回应说，中美两国保持密切沟通，有进一步的消息的话呢，会及时的发布。那么王毅怎么说？王毅也说，这个双方呢相向而行啊，为中美高层的互动做好准备，为两国关系发展缔造良好的条件。但是我们来看到啊，这个川习会还没登场之前呢，美国的经贸第5轮谈判已经结束了嘛。结果这个李承刚跟贝森特的表情就被网友大家都说，怎么是落差这么大呢？甚至贝森特之前才自曝呢，说被中国商务部副部长李承刚骂了一顿。随后呢，中国公布李承刚被免去世贸组织代表的职务。这个免去呢，中国的官方人士通常都用免职啦，但是他是中性的，他没有罢免的意思，可能就只是说他不会去出席而已。结果没有想到，事隔1周，李承刚他竟然还是作为主要的代表，率领团队去在这个马来西亚谈判，就代表他不但没有被革职，是反而受到了重用。那么网友也疯传啊，说这个贝森特啊，他在中美谈完之后呢，脸绿说话哆嗦的画面，称啊李承刚不是李鸿章结果你这个美国的财政部长怎么结巴了呢？他的脸真的看起来是非常的臭，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已经谈太久，谈了10个小时，还是真的是看到李承刚笑不出来呢？那这个李承刚到底是谁啊？他真的是很厉害吗？我们就来看到他的背景了。李承刚呢，他是北京大学法学本科的，那他有多年的国际贸易谈判经验，他还能够在谈判桌上面去全程英文脱稿哦，而且他的专业词汇量多的准的，像是他已经查过了字典。他有个非常被出名的一役，就是他在2023年的中欧新能源补贴争端的谈判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欧方呢就抛出了一堆什么绿色转型、成本分离的复杂模型，结果李承刚他是直接用英文回应说，贵方的模型假设可以在可再生能源渗透率的数据和欧盟2022的实际装机率偏差17%，这账算得不够诚实吧，导致全场是瞬间安静3秒，这个欧方代表都赶快低头在查资料。为什么李承刚这么厉害呢？因为他当年在商务部的时候呢，其实他处理过的这个国际贸易经贸案就有2000多个，而且呢，他这个每个判例的焦点、争议焦点、法律依据都成了这个他的 Excel 表。他谈判不是手拖嘴皮子，而是拿数据去当子弹。甚至啊，李承刚他也是非常的有 sense 哦。他在2011年的时候就出了一本书，提到这个稀土的重要性。那个时候呢，他编了叫做《WTO 规则的博弈》一书，他的开篇就预测说，稀土主要管制等问题可能会成为焦点。结果在14年后真的去应验了。好，除了稀土之外啊，这个中国手上呢也握有很多的筹码，让美国似乎很着急了。它有什么筹码呢？因为现在呢，这个中国4中全会结束之后，就公布了“15+5”规划的优先事项。那么公报表示要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高质量的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边斗争边战备边建设。那么这份公报呢就被这个
经济学家指出说，这是中国政府有信心要运用国内政策工具去应对外部威胁。这也意味着，如果中美要达成协议的话，中国可能会向美国提出更多的要求。好，而王毅怎么说呢？王毅也在这个蓝厅论坛提了5点呼吁，说呢，全球治理要进入南方时间，要积极回应全球南方诉求，完善全球治理架构。下个阶段呢，就要进入全面的南方时间了。所谓的南方时间呢，指的就是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集合体。好，以前呢都是这个川普予取予求啊，没有想到现在要变成中国来谈判了吗？首先来请教林玉芳委员。这个《纽约时报》其实是我看他最新的他的抬头啊，写说川普的这个跟中国要达成这个协议啊，可能会避免了一个他自己创造出来的危机。所以《纽约时报》是把这个中美之间的这个斗争啊，他是整个是认为是你就是川普你引起的，所以《纽约时报》是一个很受尊重的一个报纸。当然，这个川普不会太喜欢所谓这个自由派的这个报纸了哈。不过我们仔细去看，真的从关税啦，到半导体的设备的出口的管制啦，然后到这个所谓的特别的港口税。然后在前几天突然间丢出来的301条款的调查，这个一系列，美国是一系列的，所以坦白讲，是中国大陆是应接不暇，真的不敢说是手忙脚乱，但是的确是招招这个金币啊，所以所以这个我要讲这句话的原因就是说，这也很可能作为我的结论，就是说，美国对中国大陆的斗争是不会停止的。它是一波一波来，像海浪一样，一波一波来。因为美国的它的整个战略的目标是非常清楚的，我就是不让你中国大陆跟上来，我要你永远没有办法到达可以跟我这个并肩齐驱的这样的一个国力的这样一个进步，所以他要用尽力量去打他，因为他觉得中国大陆发展太快，叠在人类历史上。像中国大陆在这么短的时间，整个的国力可以提升这么快，真的是少见的。所以美国对中国大陆的这样的攻击打击是绝对不会停止的。所以现在我们只是进入一个阶段，好像一个比较成熟的阶段。所谓成熟阶段，美国终于知道中国大陆不是那么容易对付，而中国大陆知道说美国的攻击是一波又一波的，所以呢，你大概只有站定脚跟他周旋到底啊。那我这个刚刚讲的李成钢了哦，这个民主国家跟另外那些不需要举行选举的国家是有点不太一样了，或是那个选举就是执政党独大了，应该这样讲，独大的国家。我举个例子来讲，譬如说这个俄国的外交部长是什么时候上任的？拉夫罗夫，他2004年就当俄国的外长，当到现在已经21年了，而且可能继续当下去。你看他们以前这个驻美国的大使叫杜布莱宁，甘乃迪时候的那个也当了非常久。所以李成钢就是说，在其他的国家不太容易出现李成钢这样的。第一个，他个人条件当然是很强了，你说他可以用英文从头到尾可以跟人家这样子据理力争啊，是真的不简单。第二个就是说，因为政府的体制让他可以在他的位置上，或是跟他类似的位置上，不断的去了解更多的事情，然后做好他的工作，这样子一直累积经验。对，就累积经验，然后累积他对对方的了解，还有这个斗争的这个技巧。这个在美国不可能，因为共和党一上去，民主党的这些内阁阁员全部都换掉，对不对？所以你像川普如果下次下去的话，民主党上来也是现在我们看到这批人都要换掉。所以我现在不是故意要去批评人家的制度好或坏的问题，我要讲说这个就是他们的一个特点。所谓的特点就是他们跟一般像我们也不一样的地方。你看国民党执政的时候，对不对？我们用完了，民进党上来以后几乎全部都不见了嘛。所以这个就是像李成钢这样的人，就是美国要非常小心
跟会头痛的人，因为他累积了太多跟西方、跟欧洲、跟美国打交道的那个经验，然后他个人的条件够，好，所以这个谈判，当然了，川普就是说都讲得很好听，哎呀，谁是我的好朋友？他讲普地也是他好朋友啊，哦，那任何人他一提到这是我很熟悉的，以前对安倍这样子，那现在他对这个习近平也是讲，他说我好朋友如何如何，可是我告诉你，他是商人啦。商人是绝对是以利益为先啦，当然现在是国家利益，最好加上他自己的利益啦，对不对？所以这个谈判我再讲一次，就是说这个谈判只是个过程，那个斗争是不是一直持续下去的？好，接下来我们来请教雷宇勤教授。吉隆坡的谈判等于是中美的贸易谈判的第5轮了哈。对。那前4轮谈完了以后，美国就开始追加一堆的出口管制或是制裁清单。那累积下来有3000多项了啊，所以中国大陆对于美国的这样子这种打折扣，就是说每次谈完你就来搞这个小手，每次谈完就搞这个小手，已经有点不耐烦了。所以最后出了这个稀土的管制措施，就是说好，你再来玩看看嘛，我就用稀土来跟你玩啊。那这样的一个情形，我们看到对美国来说，它吃不消了；对整个欧洲国家追随美国、日本等、韩国等这些国家来讲，都吃不消了，因为它涉及的层面实在很广，但是这个措施一出来了以后，现状就改变了，不会回去了。为什么？因为它并不是政策，它是一个行政法规。也就是说，我的出口管制，我的规定就是这样子了，以后也都按照这个方式做，除非这个管制法规有一天取消，或者是整个修正，不然的话就按照这个方式走了。所以我觉得贝森特想得太美了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目前来讲，中美的第5轮的谈判有了一个初步的框架，是双方的谈判的代表都能接受的框架，但是中间有共同点，也有歧义点。那最后还是要2个老板来定案嘛，所以是2个老板要见面。可是问题就在于要不要见面这个部分，美国是一直不断的放讯息，对，都是美国放的哦，说一定会见面，在什么时间见面，在韩国见面等等，都是美国放讯息。中国大陆都没有放讯息，那这代表什么？代表对大陆来说随时可以取消。对，因为我从来没有说要见面嘛。那这个就好像德国的外交部部长、副总理兼外长一样，都是德国自己发布说10月26号到北京访问，后来又说不去了那就是因为他还没有去北京之前就开始批中国批了3项，那你等于是你要到北京来兴师问罪那干脆不要来了。那所以后来他自讨没趣，说因为他想见的人中方不安排，所以他不去，那是对外的理由。实质上来讲，等于是你不用来了。那现在的情况就是，川普最后能不能见得到习近平，那要看你最后的这2天乖不乖了。乖的话，可能就见得到；不乖的话，那就不用见了我想这是，那目前来讲，我的推断是见的可能性越来越高了，因为王毅跟卢比奥通上电话了。那王毅就告诫卢比奥2件事情，如果美国这2件做得到，那可能可以见面；做不到，那就不要见了。第一件事就是你们这些做幕僚的、做部长的，你们对你们老板的决策，你们不能打折扣所以他的整个讲话中其实就2点：第一个，你们对你们的老板的决策要不折不扣的也就是中美领导人定了以后，你们都要不折不扣的执行，你不能打折扣。那不能打折扣的意思就是说，鲁特尼特，你今天这个中美谈判完了，双方领导人批准了，结果呢你就开始搞清单，搞这个禁止限制，那就是打折扣。那换言之，也就是直接告诉你不要再打折扣了你要同意哦。第二个呢，就是你不能用打压的方法，也不能用，也就是说你不能用胁迫中国的方法来跟中国谈判。那这2点谈好了，那就可以见面。如果不愿意，那就不用见面了。所以我们来看看嘛，看看到时候见面的结果会怎么样。另外，一般来讲，外界有个误解，以为李成钢不再负责 WTO 的谈判，然后就是他被贬了，那是大的误解。那是因为西方人，特别是现在的美国、欧洲人对中国太不了解了。因为李成钢他虽然还是叫做副部长，商务部的副部长，可是他已经升为正部级了。正部级，也就是说他的头衔还是副部长，
但是他的待遇已经是正部级的待遇。那按照他们的规定，正部级的就不再管这个欧洲的这个 WTO 的谈判，那由另外一位副部长、副部级的来接管。那他专心的就是来处理跟美国的事情。那因此西方媒体误解了、误判了，以为他被贬了。错，他非但没有被贬，他更加的重用。所以您看，当谈判的一结束以后，一出来会见整个国际媒体的时候，就是李成钢来会见所有的国际媒体。你看他所有的这个谈判的要点跟中方坚持的要点讲得清清楚楚，一个都不漏，你就可以知道他的记忆力有多惊人啊。那相对来讲，贝森特，我觉得他跟李成钢比的话，那真的是逊咖，差太多了。好，接下来我们来请教李大中教授。对，我想这一次川普的这个亚洲行其他有兼顾包括多边机构像是东协的场域，那也有包括美国的最重要盟友日本、韩国。但是大家都知道说，最重要或是外界最看重的重头戏还是他跟习近平会不会见面，见面会谈什么。那的确到现在来看的话，几率是比较高很多主要还是因为王毅跟卢比欧的通话。那再加上前几天在这个吉隆坡的第5轮谈判结果，基本上若是从双方谈判代表来看，但口径蛮一致，谈得还不错，就是基本上是可以为所谓的元首见面来做一个还不错的铺路。但这次比较特别的地方是的确到目前为止，其实北京还没有正式的公告说要所谓的这个习近平跟川普的会面，这有点不寻常，因为按照过去或是比较外交的常态惯例来说，几乎是这种最高层级的这种见面应该几乎是同一时间要发布。那在对比于川普 1.0 2017年11月川普的亚洲5国行，当时也是见习近平，大概那时候北京大概在见面的前3个礼拜就已经公布了。那这次为什么拖这么久？我觉得当然是北京有一些心中的疑虑没有解。第一个是川普的政策或是风格的反复，他要确保更加的审慎。那第二个是卡在前面的吉隆坡第5轮的谈判，这个对北京来说的话也很关键。假设谈判基本的共识没有办法获得，那到底要谈什么？那干嘛元首峰会、元首见面？那第三，他还是保留最后的一个怎么讲弹性，运用在自己的手上，所以我相信还是会见面的。那第3点就是说见面要谈什么？因为从第5轮贸易谈判一直到马上见面的川习会，其实有些地方就像刚才赖老师所提到，我觉得对中国大陆来讲要什么，对美国来讲要什么，其实还蛮清楚的。对美国要最重要的地方是大豆嘛，芬太尼，还有包括稀土管制条例。那这里面呢，稀土管制条例是最难的，就是深水区它可能可以推迟1年，但是1年之后呢，那其实是最难的议题。那大豆购买其实比较小事一桩。芬太尼基本上是牵涉到双方，因为美国也压了中国大陆芬太尼特别税20%。那至于所谓的TikTok 应该是差不多了，应该这次会比较明显，最后签协议。但是中国大陆要什么？中国大陆要的地方也很多比如说关税，因为关税看起来要再延3个月，但中国大陆最要的是你在半导体晶片的扩大管制，包括实体清单，这个地方其实对美国来说也并不是那么容易。这个是美国的杀手锏。那稀土管制条例是北京握在手上最有效的反制武器，所以这2个议题是属于所谓的深水区，可以拖，但是要最终的解决困难度还是比较高。好，我们来看到这个川普的亚洲行刚刚说到还会不会见习近平不晓得，但是他已经先见了日本天王。我们来看到他27号抵达日本，那日本也也准备了很丰厚的大礼。那么日本天王也特别用英文说很高兴再次见到您。
好，这是这2个人呐，睽违6年来再次见面哦。那他特别用英文来跟他对话，也被人家说这看似是外交的小礼节，实则隐含了日本的战略焦虑和讨好姿态。日本开始讨论呢，如何用大豆啊、皮卡等见面礼去讨好美国。这场英文外交呢，不过是美日利益交换的冰山一角。甚至呢，川普在跟天皇见面的时候啊，还自夸说自己解决了8起冲突。那么天皇也是说，真的好棒棒，好棒棒，不断的在讨好这个川普。但是我们来看到这个画面，真的就是有点突兀了，因为呢，川普有190公分，但是天皇的身高没有这么高，他是用这个小矮桌椅去接待川普，就看起来就像是巨人坐在一个小椅子上面一样。这个画面呢，就被让人联想到了之前呢，塞尔维亚总统呢，他去白宫接见川普的时候，也是只坐在小椅子。这个画面一比，似乎就是怎么换人坐了呢？也让你体验看看坐小椅子的感觉哈。好，除了这个天皇之外呢，我们来看到高市早苗，他也准备了6招，可能是希望能讨好川普。首先呢，就是去演奏美国的国歌，他呢也在这个演奏国歌的时候呢，多次伸手示意，笑容满面，仪式现场的还演奏了起了美国国歌。好，他真的是笑得非常的开心。好，接下来呢，他甚至打起了这个安倍牌哦。怎么说呢？因为这个川普在和高市见面的时候呢，2个人就不断的在回忆起安倍。那他也特别，这个高市也特别赠予川普一支属于安倍的高尔夫球杆，象征延续2位前领导人在日本与美国球场上建立的紧密友谊。另外啊，这个提名诺贝尔奖，当然就是川普最想要的嘛。那么高市早苗他也言你说呢，我们会这个高度的赞扬他正在处理中东情势时展现的领导力，那提名你去拿诺贝尔和平奖。再来就是比较实际上的问题了，首先就是军费啊，因为高市早苗在会川普之前就承诺说要把国防预算提升至 GDP 的2%，要那个拉高至2% 的目标。好，再来还有稀土的问题，哇，这也是美国很想要的。那高市跟川普已经签署这个稀土协议了。那接下来还有就是日本的企业家了，这个真的就是川普最喜欢的了。川普最喜欢见企业家，然后问大家说，你要加码多少？你要加码多少？那日本产业界为了避免贸易问题再次升温，于是就展现对美国的投资态度，以回应川普要求的交易。好，那相较于这个日本不断的在讨好美国，那中国方面怎么样呢？卡在美中之间，所以呢，这个港媒就报道了说，其实中国大陆对于高市早苗是不理不睬的，到现在他都已经就任1周了，都没有去发贺电。那这个南华早报的报道说，这打破了以往的外交惯例，让外界对于中国还有日本2国关系的现状感到担忧。据韩国也是一样，在美中2国之间呢，李在明他认了，说啊，这韩国现在就像是夹在2块磨石之间一样，一边呢是美韩在3500亿美元投资承诺的关键细节上仍存在分歧，一边呢是来自中国的反制措施。李在明强调，对抗中国绝对不是好办法，对话始终是首选。好，川普这一趟似乎是要来拿保护费了。那么日本这边给的够不够多呢？我们先来请教林玉芳委员。日本跟美国的关系只要看当年麦克阿瑟跟日本天皇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日本天皇那个谦卑的恭敬的那个态度就确定了。日本人跟中国人有所讲的王道不太一样，他们信的就是武士道的精神嘛。再讲不好听，这就是霸道的精神。那武士道精神就是说，你如果可以把我击倒，把我打败，我就佩服你，我就服你，我就服你。可是呢，中国传统来讲，王道精神就是说，要有种怜悯啊。我们有时候在上位的有时候对底下的可能还有一些怜悯，但日本武士道不是这样子的，所以你看动不动叫你切腹在上位的人动不动叫你切腹，就这样子。所以对日本来讲，他们就觉得说，我在2次大战这个战争里面，我是被美国打倒的，所以我必须对他恭顺。这个就是他们的文化深植在心里面，而且事实上也是，因为对日本来讲，它的战略的环境可真是不太好。上面的俄国是核武的大国，左边的
朝鲜也是核武的国家，中国大陆是第3大的核武国家，它就在亚洲的东北角那个地方，就面对着3个拥有核武的国家，而且它跟南韩的关系其实也不是那么顺利的，大部分为了独岛，也有很多的吵吵闹闹，只是近年来才比较有所改善。韩国人对日本人占领期间的做法，跟很多台湾人的看法是不一样的。韩国人是认为日本就是个侵略者，就是虐待我的人，所以他们对殖民时期他们是充满着愤恨的。当然还有慰安妇的问题，对，所以这个是很不一样了。那所以日本他就觉得说我必须要讨好美国嘛，说美国说什么，基本上我很难对抗。日本现在的他的国防预算大概是1.8%，占 GDP 的1.8%，他家当然他提到2嘛，2%嘛，那未来会不会再增加，我们就不晓得。南韩情况是比较不一样，就是南韩它是要就是说它在经济上是对中国大陆很大的依赖，中国大陆是南韩最大的贸易伙伴，而南韩是中国大陆第2大的贸易伙伴，所以双方的经贸关系因为地理上的接近，所以是很有发展的这个前途的啦，潜力这样。可是偏偏在外交或者说军事上，它要依赖美国，所以它在这2强呢又不合，激烈的斗争，它就夹在中间嘛。我比较想讲的就是那个稀土的问题了。美国跟日本递交就这次签了一个这个稀土的协议那洋洋洒洒，你要调那个文件，我调它原文来看，他写的非常的仔细啊，大家要怎么合作啊，什么对不对？要去找矿啊，要去开采啊，要精炼提炼啊。其实说实话，这2个国家对中国大陆的稀土都是高度依赖的啦。而这2个国家呢，也看不出未来这1-2年他们自己本身有办法生产稀土。日本有，日本在太平洋的深处也不是深处啊，在关岛那个方向了离东京大概1900公里，有个叫做南鸟岛，南方的鸟，南鸟岛。那个地方，他们曾经针对它附近的海床2500平方公里的地方，他们有找到大概有1600万吨的稀土。但是你知道海底，你在海床，在深海里面开采稀土不是那么容易，所以到目前为止并没有真正的开采的行动，因为没有经济价值嘛。你要花1000块钱提炼出来的稀土大概只有价值100块，你当然不会干这种事嘛。所以这个2个国家的做法，务宁认为是2个没有安全感的国家，他们合作，而且对美国来讲还有一个好处在哪里？因为川普马上就要跟习近平见面，稀土是重要谈的这个焦点之一，所以他这个地方主要是做给习近平看，就是说我跟日本都是这么进步的国家，而日本有这么多的稀土，我美国境内也有稀土。那我们未来就合作啦，有一天我们就不要你的稀土啦。所以如果它是一种外交谋略的一招啦，主要是美国在引导的啦。就是想要增加一点谈判的筹码啦。对。那赖教授您怎么看呢？日本确实非常极尽所能的去巴结川普讨好川普，希望逗得川普很开心。当然他的方法还是比较内敛含蓄的，他不像马来西亚载歌载舞的跳舞唱歌，然后逗得那个川普开心的不得了。甚至当川普要离开马来西亚飞到日本的时候，在机场的那个红毯那一小段路上都舍不得走还在那边扭来扭去开心的那个舍不得离开，因为他在美国没有受到这么好的待遇。他只有在马来西亚才有这么多好的待遇这么多人不断的重复同样一个旋律的歌，然后在那边载歌载舞，不断的真的不想回去了。对，那本来那些工作人员想说演完了就要下班了，结果呢他不走了他就站在那边跟他们看了，结果他们就只好一遍一遍的跳，一遍一遍的跳同样的舞然后跳得川普开心的不得了。好。可是到了日本呢以后，日本是比较内敛含蓄的那不可能说在机场载歌载舞那他就您刚刚讲的，到了日本的国王，就是日本人叫天皇的这个会客室里面那坐下来的是一个个子高的高头大马，坐在一个小板凳上那显得日本的天皇就比较匀称然后川普显得很别扭一个这么大的块头，然后坐在一个小椅子上
这个当然不舒服的，谈了30分钟离开了。但是由于日本的国王他本身没有实权，所以没办法做任何决定。到了跟高市早苗会谈的时候，我们看到2个重大协议签出来了。第一个就是稀土的协议，稀土的协议签出来以后，我们要问的是美国投资多少，没有说。他们是说美日共同开采提炼稀土，有合作的协议，但是美国出资多少没有说，在哪里提炼没有说，最后享用的是2国共同享用，那这点就很有学问了。所以重点在于第2点，就是打钱来，5500亿日本人要把钱送给美国人去花了。卢特尼特今天就已经有公布了说他是动用日本的这5500亿的投资委员会的主席所以5500亿是谁来决定怎么花呢？鲁特尼特他来决定，5500亿美元天价呀！那他已经说了，这个从阿拉斯加的天然气管到日本的这个从这里面来支，所以是日本人买单，但是美国人用，利润归美国人所有。他又宣布了，美国的高速公路基础设施已经那个桥都烂得一塌糊涂了，那要重修，那这个钱哪里出？这个5500亿出，然后高速公路还有桥梁的建设在美国实施，那他来负责。好，又说了，美国由于现在没有造船工业了，所以美国要重建造船工业，造船工业需要资金，哪里出？这笔钱出，谁给钱？日本给钱，利润归谁？美国，因为美国的利润收取90%，剩下的利润给日本10%。观众朋友，巴结到这个程度，我们要问的是换回什么？关税没有降哦，因为从来没有谈到任何关税的问题，所以关税没降。这个对日本的好处在哪里？拿了一个黄金美日的安全保障协议。那看起来真的是稳赚不赔的生意耶！川普真的好会谈这个谈判哦，李教授。对，我觉得这一次这个高市早苗在做川普的整个接待的准备，其实应该是下足了所有功夫其实前首相石破茂也是如此的，但看起来感觉起来，川普对于这一次的日本行，包括跟高市的互动，应该是非常非常满意。那怎么说呢？我觉得日本做的很多是动之以情，而且寻找连结。那动之以情也包括安倍嘛，因为安倍跟川普在1.0的时候，其实有非常深的一个交情所以这次赠送了安倍的这个高尔夫球杆给川普。那同时呢，他们在正式会谈之前这个媒体报道说，在这个川普的这个房间里面大家共同还观看了这个所谓的棒球赛、世界大赛道奇还有蓝鸟队。那还有高市特别跟这个川普说明年是美国建国250年，所以要送250颗樱花给华府。大家也知道说华府的樱花是很有名的一个樱花季。那上一次应该是1912年当时东京的市的市长应该是赠送了3000颗给当时的华府，那是在2战爆发之前当然这也后来成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象征但我觉得基本上高市早苗还有做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看这一次川普从东协马来西亚一路到日本，其实不止一位国家领导者在讲诺贝尔和平奖的事在这个马来西亚这个首相安华，还有这个因为川普他说他调停这个柬埔寨跟泰国的边界冲突有功，柬埔寨总理也说，安华也说要提名这个川普作为诺贝尔和平奖。那想不到高市早苗又再讲一次，所以大家应该都很清楚川普对诺贝尔和平奖的这个重视程度，因为他又再讲一次包括在见天皇的时候，他说有8次嘛，从1月20号上任到现在，他调停了8次，还有他特别讲说，有1、2次是台面下的，我并没有讲，那8次其实也包括了这个以哈冲突啦、以色列跟伊朗印巴啦，我们刚刚所提的这个柬埔寨跟泰国啦，还有包括卢安达啦、刚果啦、亚美尼亚、亚塞拜然。但是我们要特别知道是，这一轮的诺贝尔和平奖才刚公布没有多久，那新的回合才刚开始。
可是这么多国家的领导者迫不及待向川普表态说我会提名你，所以代表什么？我觉得大家做的事情都差不多，有点是投其所好，因为川普是真的非常重视。但不管如何哈，这次最重要的地方是哈，无论从高市跟川普口中都特别提到美日同盟的重要性。的确，过去一直是如此，美日同盟是对美国的外交、日本的安全政策里面第一等的、最重要的同盟。那在这里面再次确认。好，我们接下来看到这个美军的大事哈，除了这个川习会之外呢，美国自己的军事似乎也是出了一点问题哈。这是昨天传出的这个消息，美军的尼米兹号呢，它是一天之内就是摔了2机哈。那个川普他也来解析这个原因哦，他说可能是燃油品质不好。They're going to let me know pretty soon. I think they should be able to find out. It could be bad fuel. I mean, it's possible it's bad fuel. Very unusual that would happen to But me. you don't think there was like foul play or anything? No, I don't think so. Security threat or No, they think it might be bad fuel. We're going to find out. Nothing to hide. 好，没有想到川普他竟然也是化身了军事专家了。但是啊，这个在南海坠机这件事情呢，也被中国抓到了把柄。他就批评说，美国只会炫耀，结果导致这个南海坠机了吧？这就凸显了美方啊太频繁的去派遣军舰、军机到南海进行军事演习，炫耀武力的行为是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根源。如果美方提出需要中国的话，那中国也愿意以人道主义的角度出发，向美国提供必要的协助。而南华早报也报道了说就是因为美国在南海行动呢已经达到了极限，所以才会导致这个坠机意外连环出。他说呢，由于美军呢要将舰艇调往中东地区，以及低层级维修问题，美国南海的行动次数跟频率已经出现了停滞，达到了极限。好，除了是这个之外呢，我们也知道这个尼米兹号它已经非常老旧了嘛，它在今年3月底离港部署，至今呢已经部署了7个月了，属于超期部署，所以呢属于一个人困马乏的状态。而在南海停留这么久呢，可能就是因为川普去访问马来西亚有关，所以就处于一个临时加班的状况。好，那么其实美军呢也长期是处于一个高度的军事紧张的，所以这起事故早有征兆了吗？好，我们来看到呢，刚刚说到尼米兹号呢，它是1975年服役，它目前已经服役超过50年了耶，它就要在明年退役了，而且这一次是最后一次部署了，所以呢，美军这一次的维修可能就不会很用心维修，因为它都已经快要退役了嘛。那再来就是刚刚说到了，美军真的非常的频繁在南海等地来去进行部署。那么中国就说呢，它都是在这里来挑衅声势，才会导致这个军舰上的人员处于一个长期的高度紧张状态，当然就容易操作失误，进而引发事故了嘛。另外呢，也有人说那就是因为美国的政府它已经停摆近1个月了，美军都没有薪水拿，所以导致士气低落，可能也是引发事故的原因之一。好，那这个大陆的官媒公众号尤谈琴也说，感觉好像南海已经变成了一个美军的噩梦之地。美国军舰呢来南海次数越多，似乎自身的悲剧就越多。这仿佛印证了一句“善水者溺于水，善战者没于兵”。没有人向美军开过一枪，而美军也没有对外开过一枪。好，除了在南海的意外频传之外呢，其实这个2025的财年呢，美国的海军报告也已经有12起的 A 级事故。什么是 A 级事故呢？就是指飞行员死亡、有种性顽残疾，或者是直接损失成本超过200万元。而这样子的重大事故，竟然是截至9月30号呢，来到了12起，明显高于2024财年的9起，还有2023年的7起。好，再来看到今年的一部电影炸药屋，它的剧情呢也惹怒了五角大厦。他说呢，这个美国现有的防空飞弹系统耗资500亿美元，但是拦截飞弹的成功率只有50%。时值那个时候刚好川普呢正在推动要投入数百亿美元的精穷防御计划。虽然这只是电影内容，但是呢，美国的国防部还是相当的不满，因为他认为呢，你把我们形容的非常的无能，所以他就来这个
来抗议。结果啊，美媒真的爆料说，美军确实是严重缺陷，他们的导弹不够了。近年来啊，至少有2800枚标准导弹和2900枚的战斧导弹在各种行动中被消耗尽了，而且还有更多的导弹要退役呀，用于训练呐，或者呢已经超出了这个服役的期限了。好，至于中国大陆呢，他们在南海也是行动很多。像是最近呢，他就发布了说，这个南海要封锁20天，被疑似是因为这个福建舰它要拿来训练了。大陆的网友分析，这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共军的第3艘航空母舰福建舰要进行大规模的着舰训练，它并非一般的科研或者是试验，所以呢才要来进行封锁南海20天。但是这个时候怎么说呢？有前美国军官指出啊，说这个福建舰根本没有大家讲的这么神啦。他说他的能力不及50年前的美军航母舰，但是这个CNN 他也分析了，他也说这个航母舰的作战能力可能仅达到50年前这个美国航空母舰的约60%。但是这是不是在说葡萄酸呢？因为我们看到前面呐，你自己都已经出现了这么多的这个失事意外，那你现在还去说这个最新的航舰这个能力不足，是不是有一点好像自己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呢？赖教授。美国的唯一的一艘，也就是第一艘的这个电磁弹射啊，到目前为止没有办法把他们的五代机，就是 F-35弹出去，到目前都弹不出去，也就是现在这个问题还无解，所以他们的第2艘、第3艘能不能用电磁弹射器把他们的这个第5代战机弹出去，他们也没把握。可是福建舰已经全世界第一艘用电子弹射把歼35弹出去了。那所以到底是谁比他强，谁比他弱？我想从这个电子弹射可以看得出来。所以美国现在能够弹这个第5代战机的隐身战机的，只能用蒸汽弹射那蒸汽弹射基本上是500次到600次就会故障一次，电磁弹射他们的标准是希望到3000多次才会有1次的故障。最理想的状况是6000次弹射才有1次的这个故障状态，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电磁弹射跟蒸汽弹射确实是不同的那美国怎么批评，我觉得听听就好了因为我觉得这些科学家、这些工程师都不是吃素的，能够自己制造出一架这么强大的一个这个常规动力的电磁弹射的航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好，那我们就回过头来看一下，川普他到尼米兹号，川普到马来西亚，尼米兹号在南海，等于是为他护航了，结果又摔了2架战机，一架这个大黄蜂咆哮者 F-18，一架直升机，川普流年不顺，从上台以来到现在摔了7架战机了，7架 F-18 是很昂贵的也是。这个舰载机的主力战机，结果就这样平白的还没有交战就摔了7架，这个不是一件好事情。美国为什么航母撞的撞您也知道这个前段时间杜鲁门号的航母擦撞，所以当川普到他们的等于是相当于海军节了去上舰去炫耀他的海军的时候，被人家拍出来了。原来他用一个大的帆布盖的是什么呢？背后是擦撞的还没有办法修的一个杜鲁门号航母，那被眼尖的记者都拍下来，颜面无光。那为什么没办法修呢？最主要就是因为美国现在已经没有新造舰的能力了，很弱。第二个就是航母的维修能力更差，所以杜鲁门号要排10几个月才排得到，1年多才排得到维修。那因此对美国来说，可能是过度的使用武力造成他们的弹性疲乏。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回来。川普真的是流年不顺吗？怎么现在美军一直在撞击呢？请教林玉芳委员。有人说是不是这个航空母舰太老了？我想不是了，因为这个飞机已经起飞了嘛，
才摔的嘛，不是在甲板上这个摔的嘛。那它这个飞机啊，就超级黄蜂呢，它这个飞机是不是太老了呢？我想应该也不是这个超级黄蜂这个太老了，它是没有错，是2000年年初的时候他们开始交接，那个这个叫2000年年代的初期的时候开始交机啦，所以服役到现在为止，中间一定有经过所谓的性能提升，哦。像我们的 F-16的话，是1997年开始交机的，可是，在2017年的时候，我们就进行所谓的凤展专案，把所有的 F-16都做性能提升。所以只要经过性能提升啊，大概这个不是问题啊。所以你去问这个，你去看了网上很多专家学者在讲的，这个超级黄蜂这一款的这个 F-18这款的飞机，这不算太老。所以很可能就是说，你有没有好好去进行维修，这是一个问题。还有人员怎么样？因为说实话所谓的航空母舰的这个飞行员是执行全世界最困难的这个任务。你看，航空母舰看起来很大，在海上，在海浪大的时候，在动荡的时候，那个开飞机要去降落在一个动荡不停的航空母舰上面，要非常大的勇气呢，还有技巧，所以他们的训练是最严格的，就是航空母舰的飞行员训练最严格的，所以可能跟维修可能会有关，保养啊这些还有人员是不是处于疲惫状态，我们当然不晓得。不过航空母舰在海上通常执行一次海上的任务是6到9个月。他现在7个月其实是不算长的，超时了，不算长，真的是对美军太操了点。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回来。美军今年的事故激增啊，原因是什么呢？没有好好的维修吗？还是人员太累了呢？我们请教李大中老师。对，因为川普讲说跟燃油有关，我想他应该不是随便讲，应该是下面已经有报告，初步的一个报告呈现给他，所以他才会对媒体讲的这么有点是斩钉截铁。那我们也知道说，因为有不同的美国的这个前海军的这个军官啦，对于目前中国大陆第3艘航舰福建号有不同的一些评价比如说他们认为说在舰载机的起降的这个速率上、效率上可能不及50年前的美国航舰，这当然是他们的一个评估但也有各式各样不同评估，因为我们很清楚啦，因为美国是当今世界上运用航舰历史最悠久、经验最丰富，而且它的战力是最强大的国家。但这么多年来，其实中国大陆希望能够急起直追，那的确有蛮多不错的一个成果但是以航舰而言，我想美国的这个力量应该还是大家是公认的。那因为现在这尼米兹航舰的尼米兹级的航舰，第1艘尼米兹号，它是1975年服役。那的确，他们预先的设计是50年，所以明年就要退役了。那现在呢，还有10艘所谓的这个还有9艘的尼米兹啦，还有1艘所谓的这个福特号。那福特号其实2017年服役的。